身处纷乱之事，心存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防疫身心灵，我是啾啾。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哦，比如说火烧心啊，喉咙卡卡的，或甚至包括胸口闷闷的，有时候半夜啊胃酸冲上来还睡不好，以为自己可能就是胃食道逆流。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胃食道逆流的这个胃药啊，他吃了好几个月，甚至几年，症状还是反反复复。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是胃酸，其实问题可能根本不在胃。因为现在医学界发现，有不少被诊断为胃食道逆流的人，真正的原因可能是食道蠕动异常，甚至神经敏感，还有压力等等，还有包括你的情绪也有关系。如果你身边有人呢，长期胃药吃不停，晚上睡不好，喉咙总是有异物感，今天的内容你记得要看到节目的最后。那对今天话题有兴趣的朋友呢，请继续收看。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赶快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的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台北中山医院肠胃科主治医师，兼任同时也是嘉陵诊所肠胃肝胆兼任主治医师吴文杰医师。Hello， 吴医师你好。啾啾主持人你好，还有我们的那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文杰医师。吴医生你好，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还蛮重要的，因为这几年来发现有很多这样子所谓胃食道逆流的人或胃部不舒服的人，而且治疗很久都没有找到原因，所以我们要跟你讨论一下，有些人呢吃胃药吃很久却有没效的问题，就是他吃了也没效。那如果呢有胃酸涌上来，这个可能就是胃食道逆流吗？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呢？因为我的专长是治疗难治型的胃食道逆流，不是一般的胃食道逆流。那难治型的胃食道逆流就是指的就是这些吃胃药可能怎么吃，药吃的再重再多颗，症状都还是依旧存在。这种难治型的胃食道逆流的患者，其实在临床上没有那么常见啊，大概可能就在1/3左右。那很多是真的逆流，那就可能是它的结构改变。但是我碰到其实很多是假逆流。那假逆流有很多原因可以做这个解释了。那比如说有些人是更年期妇女，比如说你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更年期开始产生一些像胃食道逆流的症状，有些是本身是忧郁症或者焦虑症，造成所谓的喉咙异物感、胸口闷、灼热感不舒服。再来有些是真的是食道已经有病变了，它食道的蠕动的异常，喷门口的松弛喷门口的紧缩无法放松，这都是一些可能的假逆流原因。那我们在后续会再讨论。是，所以原来啊，我们这样子，我觉得是我们的认知上面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都会认为说啊，有胃酸跑出来就是胃食道逆流。所以其实那个吴医生，您曾经有提过，你最怕的就是假的胃食道逆流。所以请教你，为什么假的逆流这么的可怕？还有的是真的看过好多医院都治不好的呢？我因为我印象一个从医来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假逆流，她是一个大概是将近50岁的那个女孩子，然后她先生陪她来，他们感情非常好。她那个女孩子，她主要的原因就是喉咙常常会卡住，胸口会有灼热不舒服，这样子的情况，她已经看了好几个医生，肠胃科、耳鼻喉科、心脏科，到处求医，已经可能1-2年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然后合并还会有一些失眠、头痛、耳鸣相关症状。她来看我那一天，我就觉得不对劲，我认为她极有可能是忧郁症造成的症状。那于是我跟她先生讲说，您先带你的太太，但是太太我先让她去外面等，我跟先生沟通说，您带你的太太先去看这个神经科医师，可能是忧郁症的问题。那先生也很棒的带他去看了忧郁症的医师、身心科的医师。我先生一个人独自回来，太太没有回来。那我就直接问他说，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太太没回来？他告诉我说，他听我的话去看了身心科医师，也吃了药，确实病情也好转了。他太太也愿意跟他的兄弟姐妹一起出去玩，也很开心。但是在某一刻早上，他起床的时候，发现太太不在身边，他准备要出门去找他的时候，接到电话，太太不幸已经往生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的情况下，也许他就是被延误了。那延误了之后，因为忧郁症到严重的时候，甚至他有可能会有致残的情况。但这个也是在有用药物治疗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段时期会非常的好，心情会突然变得很好。这个时候家属反而要特别小心，他有可能是一个有风险，这个致残的风险。所以这是第一个最常见，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一些影片，
我们刚刚影片有放的，就是说第二种比较常见的，我记得是40岁左右的一个女孩子，那个是在做生意卖衣服的一个，原本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先生带她过来，哇，她瘦了像骨头一样，像骷髅头的骨头一样，只剩下骨头没有肉，而且是年轻人哦，非常的可怜。她胃食道逆流很久了，但是她怎么吃，好像胸口就会卡住，会疼痛，会不舒服。原本以前都还是可以吃一点东西，喝一点水，慢慢的只能喝流质的，慢慢的好像他连流质就吃下去就要吐出来了，然后他就觉得是胃食道逆流，因为他觉得胸口就会疼痛啊，会不舒服啊，喉咙会烧灼感啊，人越来越瘦，他无法吃东西，甚至他因为严重胃食道逆流，他很多东西都不敢吃，也不能吃，就这个2-3年来入来瘦得像骨头一样。后来我帮他做了胃镜。因为第一步我们当然一定要做胃镜，因为这个病人是在其他医院治疗都没有什么效果的。我帮他做胃镜，发现说，不对啊，我们的胃镜在胃食道逆流常见的患者，他的食道跟胃中间的交接的地方应该要非常的松弛，所以胃酸才会反流，食物才会反流到这个食道上来，造成灼伤不舒服。但是这个女孩子，她的贲门口非常的紧实，非常的紧，而且她的食道啊，一进去。看到满满的臭臭的食物，发臭的食物，它的食道就像是一个仓库一样，装满了很多的食物、胃酸等等。它胃酸可能一点点，主要是口水跟食物，然后非常臭。然后它的进去到贲门口的地方，就是要进到胃的那个地方，很紧过不去。然后后来我们再从胃镜硬把它钻过去那个胃的地方，看到就是胃好空哦，胃完全没有食物所以他会一个饿死鬼的感觉，他很饿，想吃东西，但是他吃东西都积在食道里面下不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常见的食道假逆流的这个食道的病变，叫做食道迟缓不全症。它就是贲门那个控制贲门松紧的这个神经啊出现了病变，可能是因为自体免疫的情况造成的，可能是因为病毒感染造成的，甚至有些人是因为遗传。它神经产生病变之后。正常人喝东西、吃东西，贲门口会打开来，它就打不开。然后在久了之后，食道本来会蠕动，会把食物排下去的这个力量变得没有力量，于是食道就会很像一个这个仓库一样，像大肠一样，哇，很大很宽，然后很臭。所以这样子的病人，食道迟缓不全症的病人，他常常跟我们抱怨是嘴巴有吐不完的口水，一直会有口水溢出来，一直会有口水溢出来，因为他吞下去的口水过不了胃。经过不了胃，它会从食道里面溢出来，而且常常嘴巴会非常臭，然后吃东西怎么样都吃不饱，然后人明明就吃了，然后还是很瘦，这就是所谓的食道迟缓不全症。这是一个很瘦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案例，但是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案例，就是一个很胖的老板啊，这个老板他是男生，那大概也是50几岁的这个大老板，他说他长期胃食道逆流，然后一直都治疗不好，吃药好像也没什么效果。去看医学中心的医生说啊，他就是胃食道逆流，你看那么胖，那叫他要减肥，叫他应酬要变少一点哦，东西不要吃太多啊，甜食要禁。但是他发现说不对啊，他该做的都做了，好像也没有比较好，而且吃药也没有效，于是他就在找我们来做这个相关的这个诊断。那我帮他做了胃镜，我也是一样发现这个问题，他就是相反，食道一样是无力的，他虽然没有像刚刚女生一样积满了很多很臭的食物。但是他食道是确实是比较无力的，所以他可能是在这个疾病的这个早期或者是中期的情况，但是他的贲门口是非常的密合跟紧实的，好，也是不是一个典型的胃食道逆流。然后当然我们进到胃里面还是可以看到一些食物，所以它算是轻微的。这个病人后来我们这两个病人我们都怀疑是食道迟缓不全症，也就英文的 achalasia。那我们就使用的相关的这个食道的压力检测，确保它做正确的诊断。诊断完之后，不管是刚刚的瘦的女孩子，或这个胖的老板，我们经过适当的治疗之后，把这个贲门口变得比较松弛，让他可以正常的吃东西、吞东西。他完全就没逆流了，完全他那天晚上就治疗完之后，他睡觉就可以睡得很好、很舒服。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食道迟缓不全症的治疗之后就确定的诊断。所以这是个食道真的有病变，但是这种病人一般都是当做食道逆流或者是食道癌在治疗哈。那我还看过，就是比较少的一个比较假逆流。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有些人他是也不一定是更年期，有些人他就是单纯就是紧张、焦虑、压力大。那
好发有时候是在上班族群，或者是他可能刚好有专案，或者学生刚好是要考试，或者在写研究所的这个论文啊，一些比较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假逆流的一个症状，包括说非典型症状，喉咙会一直卡痰卡住，有时候严重的时候会卡到完全无法说话，像是一颗大的鸡蛋卡在那边。然后轻微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小的鸟蛋卡住，不舒服，好像东西都吐不出来。那第二种病人就是他会常常会一直想要清痰，想要好像一直有吐完的口水想要吐，然后还有一些病人会一直想要嗝气，不管他有没有吃东西他都一直想要把气里面嗝出来，这叫吞气症。这种也是比较好发在敏感的病人。那这种敏感的病人，他其实就是好发在你可能会问的病史会发现说，他就是最近有工作比较忙碌，或者是我常常问到是病人最近刚好有家人过世。有在一个重大的案件、重大的事件，造成他在这个短期内出现这样的情形。那这样的病人，他其实吃胃药是没有效果的，他是要吃所谓的控制焦虑的药物、控制神经敏感的药物。因为在国外，其实国内也是一样，会认为说这个叫所谓的神经过度敏感化，它过度警觉。那这种过度警觉就好发在我刚刚讲的这种比较情绪紧张的压力或者压力大的病人。那我刚刚一开始提到那个忧郁症的那个妇女也是这样的情形。那最后就是在我的诊间最常看到的，当我的诊间男字型的女孩子大概就是48到52、53岁，甚至有些人到60岁，她会告诉我说，她奇怪以前都没事但是在48、47开始，常常会觉得好像胸口会闷，有的时候会心悸，喉咙会卡住卡痰，然后有时候会牵不完的东西。然后这样的病人通常还要合并一些头痛、失眠，甚至有些会燥热，心会有些连潮龙会燥热。那这样子一个年纪配合这样的女性，然后我们会提到说，她可能是患有所谓的非典型的这个假逆流，也就甚至有些叫左口症。有些女孩子会告诉我说，她嘴巴会觉得有时候好像咸咸的、甜甜的，有时候又刺刺的、酸酸苦苦的，反正各种感觉都有。有时候是在口腔，有时候是在舌头。这种左口症，或是说这种异球症，在这种更年期女孩子也蛮多的。那你不用太害怕，其实他这种患者也是常常去就医找医生他看了很多耳鼻喉科、肠胃科、心脏科，找不到原因。其实他只需要告诉他说，你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荷尔蒙的一个变化。那如果你真的很不舒服，影响你的生活，那我们就给你一些血清素放松剂可以治疗，大概这样子。是，其实吴医生您刚才这样讲就是假逆流的情况在临床上好像听起来我们觉得好像挺常见的。那另外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您刚才在讲述的时候，就有一位观众他就留言，他说我已经半年恶心，然后胸腔那里到喉咙双侧鼻塞，鼻子好像有气体的鼻子好像有气体的。然后他说照胃镜2次的，第一次照胃镜合并食管裂，然后孔疝，结果胃反流性 L 什么 A L L A L A 对，然后对你有看到他的留言，然后所以其实他因为他留言有一点长嘛，他说其实他现在还是会恶心，然后胸腔喉咙一直不舒服，而且瘦了10公斤，但是他睡眠还蛮好的，晚上没有伤心的感觉，然后睡就醒过来了。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就是包括你刚才讲述的这几个案例，然后还有包括这个观众留言，我觉得当然他们可能具体的情况不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他会觉得，这个到底这样听下来，我们怎么样确认我自己是不是假的胃食道逆流呢？听这个一般我们看这个是男性、女性，这个很重要。这个观众如果是女性，那年纪又在48到52、53岁这个情况它有可能就是单纯的荷尔蒙的改变荷尔蒙改变。第二种病人，他是所谓的咽喉逆流，就真的是胃食道逆流，但是他因为胃食道逆流，食道要觉得不舒服，要觉得火烧心胸口疼痛不舒服的感觉，起码要逆流基本上40次到80次以上，食道才会不舒服。喉咙不舒服，大概一天只要2到3次，胃酸到喉咙来，喉咙就不舒服。所以这个病人也要排除掉是不是咽喉逆流，因为他刚刚提到说鼻子也会鼻塞或者刺激这2种情况。最后一个就是看，如果他是男性，又是比较年轻的，不是刚好更年期，那你要考虑到是不是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情绪紧张、焦虑的问题。虽然他睡得很好，但是他白天的情况还是有可能是这个情绪的问题这是第3种情形。那当然，我们的医生来讲，我们应该就是在
提到就是怎么样正确诊断嘛，所以我现在来分享一下如何正确诊断。有四个阶段，这是我临床经验有4个阶段。第一阶段，当然我们相关的病史要问清楚了。那第一阶段我会先用胃食道逆流药物，如果我真的怀疑它是胃食道逆流的话，我会先用胃食道逆流的药物，包括使用长效型的这个氢离子胖补阻断剂，降低胃酸的分泌，使用一些藻胶酸把喷门口盖住，甚至使用一些蠕动剂，让胃的排空增加，把食物排掉，胃不要积太多食物。用这样的药物治疗，至少治疗2个礼拜，甚至是有些人治疗1个月到2个月。那国外是希望2个月了哈，2个月都没有效哦，那可能就是真的假逆流啊。我个人的经验，这2个礼拜没有效，大概就没有效了，就是假逆流。那药物帮你测试过，如果你真的吃药是没效的，第二种情形，那我们就要做胃镜。那你刚刚说你做了很多，他刚刚患者是他说他做了很多是胃镜，都说正常，说一点点的胃食道逆流，是，但是胃食道逆流一点点，但是他的症状都是非典型的，那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会再开始使用一些治愈神经的药物、情绪药物或血清素去治疗它，然后会再多评估它是不是有所谓的更年期的问题，或是所谓的情绪的问题。如果都没有，那我就会做下一步的检查，就是所谓的酸碱逆流检测。第3步叫做酸碱逆流检测。我们能够想象中，我们的家有个外面一个大门嘛，如果这个大门胃进来的比喻的话，就像好像是看这个门有没有被小偷给破坏。如果被小偷给破坏的，这个门就破坏了，被破坏了就说你有胃食道逆流。但是如果门没有被破坏的时候，胃镜看不到有发炎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他没有胃食道逆流，但是这个不一定嘛，因为小偷可能不一定是破坏门，他可能是偷偷的进去，让门看起来是正常的。于是我们需要在门口放一个监视器，这概念就这样子。那这个酸碱逆流检测的监视器有2种。还有第一种检测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导管型检测，它从鼻子放个细管，那个管子其实就是比意大利面还细，那从鼻子放进去到食道这个地方，然后放一条线，然后背个机器，回家吃饭睡觉都跟它在一起待24小时，有些医院会待到2天48小时，它可以去监控说到底胃酸反流的时间次数，甚至跟你的症状有没有关联？因为我们常常病人会说，哇，他好不舒服哦，然后我们这个机器会回推他不舒服的时间点，往前推，比如说2分钟内到底有没有真的逆流，有没有相关？那常常这种假逆流病人，他会很不舒服，很严重，然后我们就要做记录，但是常常发现说他跟逆流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有些病人告诉他晚上逆流很严重，结果他导管放进去，我们看见睡觉的时候睡得好好的，明明就睡得好好的，完全没有逆流，风平浪静。这个时候都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个假逆流的诊断。那做这种酸碱逆流检测，我们通常都会希望患者是不要吃制酸剂的，所以让身体恢复最原始的状态去做这个检测所以如果病人没有吃胃酸药，然后又做检测又是正常的情况下，就算他过得很痛苦，就算他真的逆流很严重的症状，他都极有可能是假逆流，治错病了。这个时候要赶快换一个方向。那因为过去的传统的这个检测它是一个比较不舒服的检查，有些患者很敏感，他觉得说一条线从那个喉咙经过去好痛苦。那在国外其实早就有所谓的胶囊型检测，那胶囊型检测就是所谓的，它可以经过胃镜把指引下，然后把一颗胶囊放在食道的跟胃的这个交接口的地方，去放在那边观察4天96小时。这个病人放完之后，其实外观看起来很正常，他不跟你讲，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放这个监视器。你可以正常的睡觉、吃饭、上班，甚至还可以运动，然后只要背个监视器在身上就好了。那这个患者这个时间到4天之后，这个胶囊自己就会排掉了。那我们只要把这个记录仪器交回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4天里面到底有没有胃酸经过这个食道监视器的地方，造成它的逆流。那4天够准了吧？如果你这4天都正常，那你就是假逆流。那其实这个也不是说只要1、2次逆流也不算哦，要够严重所以它检测到这个酸的逆流的百分比如果100分钟大概6%以上国外是说6%以上才说真的有逆流如果在台湾我们可能会抓比较松一点，或者4到6里间都可以算是逆流所以不是说一点点逆流就算是有问题其实逆流还是要够严重。然后如果你真的症状不知道的时候，要放监视器去看，因为胃镜看不出来的时候，就是放监视器去看。一般2瞪眼，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最后就是食道压力检测，我们刚刚讲第4关。那第4关食道压力检测，因为我们知道说，
食道本身是可以有蠕动，有收缩蠕动功能，然后把胃酸、把食物啊往下挤到这个胃里面，甚至胃酸反流到食道来的时候，食道还会有收缩力量把胃酸再挤回去。那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前面一个瘦的女生跟一个胖的一个老板，他们这个食道磁环不全症啊，食道不磁环不全就是用这个食道液检测的，它是从一个鼻子放一个金属管，从鼻子放进去到食道口。这个管子放进去之后，大概可能只要2-3分钟放完之后，请他喝水，有些地方请他吃东西。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喝水跟吃东西经过食道的时候，食道有没有正常的蠕动去挤压这些东西，挤压这个食物跟挤压这个管子，所以管子就可以检测到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蠕动波，食道到底有没有力，甚至它可以监测到这个喷门口、食道跟胃交界这个括约肌有没有正常的松开，还是根本就太紧了。这个都是可以一个很明确的证据。那国外还有另外一种更好的检查，但是在台湾目前就是大概这4种，我们就用这4种去运算，就可以帮一个病人找到他是真逆流还是假逆流，大概这样子。是，谢谢吴医生的介绍，确实很详尽哦。这4个关如果可以要去做细部的检查，包括刚才这位观众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YO 观众，然后他就说他45岁是男性。那我想，如果你真的是听完就是吴医生介绍的这个，也许你可以找一下你的医生，看看你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下检测。那么我们再回到问题点上，如果民众真的确诊自己是胃食道逆流，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很多人就说我喝咖啡啊，然后再配甜食就容易胃食道逆流。可是有些人也不会这样吃，但是胃酸还是会跑上来，所以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胃食道逆流其实第一个是你的次数要够多了如果一个偶尔1-2次那不算那其实要长期的，然后一天可能要40-50次才算那它主要的原因的话有3大原因我常常总结3大原因。第一个喷门口太松，门太松。我们食道跟胃中间有个交接，有个喷门的地方，它有这个食道有个下食道括约肌，它括约肌本身有个收缩的功能，可以把它锁住，让胃的东西不要反流。外面有横膈膜，我们横膈膜是我们的呼吸，尤其是吸气的时候用到的最好的一个肌肉。那横膈膜它也是有一个帮助从外面去挤压这个食道跟胃的这个关卡的地方，所以它有一个挤压那锁住的这个效果。所以有2个关卡，就是下食道括约肌太松，或者是横膈膜洞口太松，都有可能造成这个喷门口太松。那还有分永久性的跟短暂性的。永久性那就是无法，那就只能开刀了。那可能是老化，可能你有开过一些手术，可能伤害到，或是说让它无法收缩变松。第2种可能就是短暂性的，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食物会造成我们的下食道括约肌的过度的松弛。那这种松弛，比如甜食啊、高糖类的东西啊、高脂肪的东西啊、烟啊，这都薄荷啊，都会让暂时性的松弛。但是这种暂时性的松弛，它只要你的食物消化掉了，可能4到6个小时之后它会正常，它不会是永久的。永久的话，那就可能就真的是我刚刚讲的横膈膜松掉了，甚至胃已经移位了，从胃的腹部往胸口移了，所以它失去了那个把它关起来的这个机制。这是第一个，喷门口太松，这是真的会逆流。那如果你是永久性的话，你可能就反复会发作，需要长期吃药，甚至有些患者会做手术治疗。那第2种就是所谓的压力过大，胃的压力过大。胃的压力过大也有分2种，有可能是胃的太胀了。那太胀的话，即使你喷门正常但是你胃太胀，你可能是因为大鱼大肉、暴饮暴食，喝很多含糖饮料、气泡饮，这是第1种。第2种是说你可能是真的消化不良，是因为你有疾病，你可能是糖尿病，你可能是使用一些慢性疾病的药物，而这个药物确实造成你的消化不良，引起说你可能早上吃的东西到中午甚至到晚上都还没有消化，这样的情况下会造成胃的排空异常，肚子会很胀。那这样的情况下也会造成一些逆流，这是比较胃膨胀的逆流。但是胃有时候是压扁的逆流，胃压扁的逆流就是怎样？女孩子喜欢穿很瘦身衣，很紧身衣，很紧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她逆流。所以我的病人里面有很多是空服员，很多是这个百货公司的柜姐她其实瘦瘦的，然后又穿得很紧，那这个其实都会造成她一些逆流发作。那这就是所谓的压迫型的，甚至说你在弯腰在常常在做工作是要弯腰的像我有病人是农夫，他常常弯腰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也有可能会造成逆流，这是挤压到胃的。那第3种就是所谓的太敏感，就是我刚刚讲的，很多人是食道敏感性的警觉性很高，但太敏感这种病人是真的有逆流，但是他逆流次数不多，他可能不到严重的，比如疾病是需要80次，他可能才30次、40次，
正常人不会有感觉，但是他非常的敏感，他就是有感觉，而且确实那样子的一点点的逆流，确实造成他的不舒服。那这种就是敏感性逆流。那好发就是在一些紧张、压力过大的病人这种病人比较容易发生。那最后就是所谓的功能性的假逆流，就是他根本就没有逆流，但是他觉得很不舒服。我刚刚就是讲假逆流这一块。那这个假逆流我刚刚已经介绍过，我们就不再讲，大概这样子。是，所以其实真的胃食道逆流的原因，就是你造成的原因还真的是有蛮多的。那不是说我们只是因为吃东西而已，可能就是你的胃啊，刚才提到就是你的贲门有问题啊，或者是说你的压力太大了，或者穿紧身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女性要稍微注意一点点，然后或者是你太紧张、更年期等等。所以这个真的是大家的生活还有年龄段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胃食道逆流的问题。那么好了，问题来了，如果现在突然就是民众这个吃东西啊或胃酸涌上来，人很不舒服，那这个时候确实是蛮不舒服，有时候会有恶心、呕吐的想呕吐的感觉。那吴医师，请教您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稍微快速的缓解呢？第一个因为胃酸到食道来，酸会刺激食道不舒服，甚至会到喉咙来，它会让喉咙会很疼痛，或是蛋白酶会让消化，就可以像我这样子，你拿一杯水，先喝一杯水，吞下去。那水去冲洗，你不要喝很大杯啦，用轻微一点点1-2口慢慢的水去冲洗它，冲洗你的喉咙，冲洗你的食道，然后让它顺下去。先把食道上面的胃酸洗掉，这第一种。第二种可以使用一些口香糖，如果你可以接受无糖口香糖更好就咬一咬。口香糖可以增加唾液的分泌，唾液本身是碱性的。但你在唾液分泌之后，在吞口水的时候，其实就里面旁边没有水，你用吞口水的方式也可以改善你的喉咙的胃酸腐蚀，甚至食道的胃酸腐蚀。第三种大家就是所谓的腹式呼吸啦。那我们刚刚讲过，横膈膜是我们的吸气的这个最大的很重要的肌肉，所以当我们的腹式呼吸的时候，我们用横膈膜的腹式呼吸，吸气的时候，那横膈膜下降缩紧，那肚子会往前的挺出来。这时候横膈膜缩紧的时候，就代表说它就是会把你的食道跟胃的中间的这个胃的那个关卡给它锁起来。你再做吸气吸到饱之后，你也不用憋太久了，你大概憋个几秒钟，譬如4到5秒钟，甚至不憋，就慢慢的吐气，慢慢的你在做这个4到5次的加强之后，你的那个横膈膜的肌肉就会比较紧，那比较紧的时候，它其实预防东西再往上再流上来。然后当然最后你这3个方法是重要的，但最基本的是你千万不要说逆流了还躺着逆流的时候或者不舒服的尽量就是坐着或站着走动，因为这个重力的关系嘛你一定这是很基本的常识大概是这样。是，所以喝水啊，或者是嚼口香糖，或者是腹式呼吸，我想这个刚才吴医生在讲的时候，我就稍微练习了腹式呼吸，确实你的肚子就会凸出来，然后你就慢慢的，你可能就会让你的物理性的这个食道会让你有一点缩紧，对，所以大家还是要练习一下，因为我觉得胃食道逆流人真的。大部分的人都有发生过，可能有些是真的胃食道逆流，有一些只是暂时性的，所以大家还是可以练习一下。是吴医生，你刚才帮这个 YO 回答问题，他就说谢谢我医到不会医了，然后每天过得真的是好难过，然后又走不出来，吃了很多胃药，所以他很想马上飞到台湾去给吴医生看诊。我觉得如果可以帮到您的话，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好，那另外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有的人会觉得自己的胃不好，然后就会想说，吃一点粥啊，喝一点牛奶，然后像比如说咖啡啊，加一点牛奶，会觉得对胃的负担反而比较小一点点。那另外一个方法，可能就是也有很多的网友就推荐说，你可以吃益生菌啊、酵素啊、芦荟汁，包括蜂蜜、胃乳片等等。所以请教一下吴医师，像这些真的是可以缓解我们的症状吗？好，现在目前新的概念也是我现在目前推广，就是说，第一个，你很多这种 trigger 就是这种诱发因子是因人而异大部分因人而异所以不是说这个东西对这个人有问题，对那个人就一定会有问题，不一定，所以自己是那我们现在解释你刚刚这几个的分层。那第一个我们讲的粥啦其实粥其实是一个很好助消化的东西，而且它可以得到很好的热量，又是高淀又是淀粉有热量的来源。那我们确实有一些但是这个粥里面，如果你是煮的比较汤汤水水的比较多的话，那个液体的部分确实是，如果吃的比较饱比较多的话，确实是有可能造成一些逆流了确实是有可能造成一些逆流。然后但是
以粥引起胃酸逆流或是引起胃痛的这个情况，其实比较不常见比较不常见。大部分人吃的是觉得比较舒服，尤其是你胃溃疡、胃炎的时候，他吃这个粥，大部分人是觉得是比较舒服是大概这样。那第二个是讲这个牛奶牛奶就比较特别了。其实牛奶它是因为它含有这个钙嘛，还有这个蛋白。那研究报告有些告诉我们说，含钙跟蛋白它会刺激我们的胃酸分泌的比较多，所以你可能在一开始牛奶喝下去之后有中和胃酸，当场会不舒服会是得到缓解，但是在30分钟到1个小时之后，可能胃酸变得更多，就分泌更多的时候，你可能会造成假设你的胃有伤口，就造成胃溃疡不舒服的感觉会变严重，或是胸口有不舒服，胃食道逆流就是胸口不舒服变严重对，所以牛奶的部分确实有患者是告诉我说，喝了之后反而过一下子就更不舒服，因为钙跟那个牛奶蛋白、酪蛋白，它确实是会造成胃酸分泌更多那这个还是大家注意，比较多人真的会有点问题啦。那至于说豆浆，有些人就喝豆浆综合胃酸，其实喝豆浆综合胃酸是还不错，但是只要你不要胀气。豆浆有些人会喝了会胀气，那如果你喝了不会胀气的话，然后又有胃则不舒服的话，可以喝一点豆浆 OK 的。但是我们的胃食道逆流的话，就是原则都是不要喝太多，水分不要太多，因为喝太多的时候就是容易造成反流，那刚刚还提到是说益生菌酵素益生菌酵素，对不起，益生菌基本上我是认为是效果不大益生菌它可以帮助消化，可以帮助肠胃道的消化，所以如果你是因为消化不良胀得很严重，有些人是因为便秘很严重，造成这个肚子很大，然后压迫胃然后造成胃食道逆流，或是有些人是胀气消化不良，那益生菌的改善功能，也许是从肠道的部分去改善，有可能会缓和你的症状，因为你的问题是消化不良但是益生菌没那么快可能都要1-2个礼拜以上，甚至到3个礼拜以上，慢慢的它才会有效。那消化酵素也是一样，消化酵素它能够改善的是你的胀气消化不良，它不能改善你的胃食道逆流。如果你的胃食道逆流的原因是因为胀气消化不良，从胃里面食物累积太久了，往上冲了，那确实你吃点消化酵素，蠕动剂快一点，它可以改善你的胃食道逆流。所以病因很重要，如果你的病因是大鱼大肉，吃的暴饮暴食，消化酵素就有帮助。但是如果你的病因不是，当然消化酵素吃太多可能就帮助不大，所以它是无法救急的。那再来坊间他提到说，比如芦荟汁那芦荟也是有人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芦荟有些研究报告虽然是少数的案例但是有些研究报告是提到说会抗发炎，然后会修复黏膜是比较舒服的感觉。那确实有病人是回复是跟我讲说，芦荟好像确实有改善，但是这个因人而异啦，我想是因人而异。目前在医学研究实证是还没有到时候说一定推荐大家都是要用芦荟来治疗。那芦荟大家使用上还是要小心，因为有些人吃芦荟的时候或者喝芦荟汁，因为它有一些帮助排便，它有些芦荟素会帮助排便，是有腹泻的情况。如果你是有产生腹泻的，那你可能芦荟部分就是要调整。那蜂蜜的时候，我是觉得蜂蜜是很好喝的东西，那但是蜂蜜它有高糖分，可能会喝下去刚刚不舒服，喉咙不舒服，它也许会覆盖一下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它高糖，它其实还是不适合喝太多了。那医学实证来讲，是目前也没有推荐说蜂蜜就可以改善胃食道逆流。那再来就是说，这边图片上面没提到，就是我的患者很多胃乳片，胃乳片还有苦茶油。那苦茶油确实有不少的患者提到说，苦茶油喝了好像蛮好的。那目前推荐大概一天早上就喝10到20 cc 那也不是说一定要苦茶油，有些比较好的橄榄油，他们也喝，确实可以润滑我们的这个食道壁或者胃壁，那消化变得比较好。那有些患者大概有至少一半的患者是有改善的，所以你可以试试看。那至于说救急的部分，当然药品嘛，那我们一般来讲真的是就是一般综合胃酸的药物。制酸剂像我们刚刚讲的那种长效型的氢离子滂沱除酸剂它那个吃下去之后不是马上就会有效果，它可能要30-40分钟被身体吸收之后才开始抑制胃酸分泌。但是综合胃酸的成药它就是它含有一些碳酸氢镁碳酸氢钙碳酸氢镁或碳酸氢铝氢氧化，它会让那个胃酸会中和，马上就中和那中和之后它会产生一些二氧化碳，那你会马上会觉得说酸度下降，那但是你会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它会产生很多气体，二氧化碳会产生气体，胃会胀起来。那这种病人告诉我说，他胃不舒服，胃食道逆流，他吃了一些这个综合胃酸的药之后，马上打个饱嗝就舒服了就好了。所以这个是因为他饱嗝就二氧化碳嘛，他也有可能是更胀但是我目前如果认为救急的话，可以如果真的有时候常常发生的话，救急可以备一点胃药了，确实是可以备一点综合胃酸药。
救，但是基本上还是要找一些病因啊。那我想是比较常见是这个了。那有些人是提到说苏打饼干啦，或者是说这个什么碱性水啦，那碱性水或碱性气泡水，其实碱性水它确实可以中和一下胃酸，尤其是到喉咙来的胃酸，降低那个胃蛋白酶的这个活性。那胃蛋白酶会让喉咙不舒服，或是让食道不舒服，它可以用碱性水喝下去，冲洗一下是 OK 的。那但是你喝太多，有可能会造成这些胃会胀啊不舒服。如果你喝太多气泡水，它胃会胀得很大，像气体一样膨出来，有可能会造成逆流。所以碱性水你可以喝一些，但是不要喝太多哦。但是那第二个就是苏打饼干，我们的苏打饼干我也常把病人说啊，你可以备一些苏打饼干，因为我真的是肚子很饿，或是说我酸逆流很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吃一点啊。但是我说吃一点，那病人就会吃很多这饼干东西就是热量太高了，容易想一直吃下去。而且这个苏打饼干其实降低中和胃酸的能力其实也没有到很强所以大家还是适度就好。以上，其实吴医生，你刚刚讲的有一些真的很多方法，我们过去其实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怎么用。像比如说，像喝油这件事情，有人会喝好油嘛？您刚刚提到这个苦茶油，台湾也是很流行啊，还有这个橄榄油也是大家都会经常去吃的。所以，如果我们胃不好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有这个补充一点油，是对我们的胃是会比较好的吗？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觉得说，因为有些胃壁它其实是有受伤的、发炎的，所以胃其实一般来讲，胃的细胞它就会分泌像是涌泉一样，好像是喷岩浆一样，它会喷那些胃黏膜会有黏液，它连在这个胃黏膜上面。但是你当胃生病的时候，它的黏膜的这个黏膜层变得很薄，甚至不见了，然后胃酸就会去腐蚀，造成它的伤害，甚至会疼痛不舒服。你喝一点那个硫啊。它是确实是有润滑，甚至会在上面会 cover， 就是会保持一些好像有个保护的效果。那食道也是一样，食道有伤口，如果喝点黏液的硫，它也是有改善的效果。但是大部分的病人给我回馈都说他的消化变得比较好，大部分都是他的润滑之后，他的这个蠕动会比较好，比较顺，比较好。所以这个是也没有说很实证的效应就这是我从临床的经验的观察，跟病人给我的回馈这样。这个方法真的是很不错，因为大家都讲说现在不是少吃油，是要吃一点好油。那如果你有这个方面的问题，你不妨吃一点好油，但是不要过量当然我们就是适当为止。然后你这个真的是有点不舒服，你还是去请教你的医生，我觉得这个是很实在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刚才其实讲到很多很好的方法，大家不妨就是来用用看。那比如说有的人会有胃食道逆流的人，会想试着改变，比如说饮食上面啊，少量多餐的方法，那这样子真的会比较不逆流吗？或者是说少量多餐反而对你的胃更是伤害更糟呢？其实少量多餐，我个人是，它基本上它的原理上应该是不会伤害到胃食道逆流，应该说它会改善胃食道逆流，因为少量多餐，胃里面的食物比较少，胃的话就不会被膨胀的很大，基本上它应该就比较不会往上逆流到食道。但是很多病人是少量，但是少量是一直喝水，或者喝很多的什么奶昔啊、奶制品，喝很多液体的部分。但液体部分如果你喝的话，他想说这个也不是食物啊，就喝很多，喝很胀，喝很多的话，其实还是有可能逆流。那第二个病人就第二个是说他其实不是少量多餐，他是多量多餐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少量，其实是多量，那只是会让你胃的负担更大而已。你可能少量，然后但是每次餐都吃，比如吃饼干啊，吃吐司面包啊，吃什么，一直觉得好像自己一直在吃东西，但是没有吃多，所以你就觉得没有罪恶感。那其实这样也不对了。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的胃没有病，你只是单纯的胃食道逆流，你只要谨守，就是说你该吃饭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你就吃饭，然后不要吃太饱然后饭水分离不要吃饭喝很多汤水。这个原则然后吃完饭稍微走路走动，只要不要久坐。这种原则掌握，基本上就比较好了，也不要说一直说很辛苦，一定要吃饭这样子。是，其实吴医生，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饭水分离。我觉得很多人很喜欢吃这个汤泡饭。其实汤泡饭这个是对胃的影响是一直是有，但很多人还是喜欢觉得，这样喝一点好像比较容易消化。其实可不可以告诉大家，这个迷思到底是不是对的？我想增加这个问题。好，其实汤泡饭或者牛肉面其实。我的胃食道逆流的病人他就是喷门口食道跟胃中间的喷门口是比较松的，甚至就是一个洞，像甜甜圈一个洞。如果你有液体进去，比如你吃完面喝牛肉汤，吃汤泡饭很多汤在里面的话，或是吃火锅
火锅很多料，吃完喝很多汤，回家睡觉，保证一定逆流所以这个因为你的消化功能就消化的又比较复杂的食物，然后你又喝很多汤水，汤水就是会把东西流上来，所以我们常做胃镜这种病人已经贲门松弛的病人即使他空腹8个小时，他躺下来做胃镜的时候，胃酸都还可以逆流到食道来，看看他食道怎么胃酸。所以就算他不吃东西的情况下，都有很多的水胃酸因为液体嘛会流上来。那何况他吃东西又喝很多汤水，他就更容易流上来。所以我们虽然医疗准则是没有说一定要饭水分离，这个是还没有说研究报告实证，但是我病人临床经验大概8到9成的病人都真的谨守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之后改善很多所以我想大家可能还是这个饭水分离特别要注意那还有一些非药物的这种方式，比如生活作息方式，比如说吃完饭之后稍微散步走一走，不要吃太饱，不要走动，然后裤带稍微松一下不要说勒得太紧因为毕竟吃饱饭你的腰围会稍微增加一点然后再来就是睡觉的时候睡觉前3到4个小时不要吃太多东西，尽量不要吃东西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说，睡觉前3个小时以内吃东西容易产生胃食道逆流比较严重那所以就尽量注意。那吃点药，如果要吃药或者要喝点水，就是少量不要太多。然后睡觉的时候，如果常常会逆流，你可能或者你吃饱饭马上就要睡着，那你可能枕头稍微垫高一点，或是说你是以半躺的方式，以这个上半身半躺的方式去让它拉高，会降低胃食道逆流的情况。那有些病人告诉我说，他是这个喝酒应酬喝完之后酒醉了，就马上要睡觉了，不得已，那我就建议他你干脆睡沙发好了。因为你睡沙发或躺椅因为你只要躺下去，如果你是喝醉或者是应酬吃很多，你躺下去之后逆流就会变得很严重，会伤害到你的食道。那食道你就睡觉的时候食道又下不去，有些病人来说他被呛醒这样那但是如果你是好危险如果你是睡在沙发上面或睡在躺椅上面那也许会好一点这样大概讲那有些患者是左侧躺，在一开始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他稍微左侧躺的时候会稍微缓解但是你可能睡着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怎么躺但是一开始就左侧躺是让胃在下边让胃在下半部的地方比较不会有胃酸直接流上来。如果你在右侧躺除非你的胃在右边了不然右侧躺的话其实对不起那个右侧躺的时候胃就好像倒水壶一样，就慢慢的把胃酸直接倒下来所以大家特别还是要注意这是一些非药物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习惯的养成哇，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实际在临床上可能有很多病患或者是有一些患者跟您的互动。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您刚刚提到，就是睡前3小时不要吃东西。我有个朋友真的就胃食道逆流，他就告诉我说，他实在晚上已经不能再吃东西了，他一旦吃了东西，他就是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睡前进食3小时很重要。然后这个睡在沙发上，我觉得还要试着要左躺。我想大家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方面的问题的话，还是要注意，因为刚才吴医生提到喝了酒之后，然后你又再去躺平的话，很容易造成问题。如果你有被呛醒的话，那更是危险，所以一定要注意。好，那另外我们还是要请教一下，如果假设我们身边有胃食道逆流的朋友那像我一个朋友，他就是躺下来睡觉就是刚才提到了，就是胃酸会逆流，然后不吃晚餐。那这样子困扰的患者，就是比如说吴医生，你有怎么样建议？比如说他怎么睡，你会建议说，比较会舒服一点点呢？睡觉的问题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贲门松弛，胃食道逆流贲门松弛，筋膜疝气很严重，第一种。那第二种是我碰到就是所谓的睡眠中止症，打呼严重，晚上睡觉会不会打呼严重？早上起来鼻塞，然后过敏性鼻炎，然后晚上打呼，这个打呼也会让胃食道逆流病严重所以这2个病人如果就要先解决他这2个病看他是不是有呼吸中止症，那可能就放那个呼吸中止症治疗。好，那再来说，如果真的是逆流，然后可以就是我刚刚讲的睡觉的部分，就是稍微枕头稍微垫高一点或者是坐高，大概或者说你还可以准备一些什么？有些人会准备，我会建议病人这是我跟国外的医生学的，他会准备一些实用性的小苏打水、小苏打粉，然后准备在身上。如果旁边真的有不舒服、喉咙不舒服，或者说食道不舒服、胸口不舒服的时候，他就1汤匙的小苏打水、小苏打粉，然后是可以吃的那种做饼干的小苏打粉，泡水里面，然后漱口，漱口，或是轻微的喝一点点下去，这样子，它可以中和一下胃酸，或是净化一下咽喉的这个部分，可以当救急所以说半夜如果真的不舒服的话，也可以做这样的调整。那真的我有碰过说病人
告诉我说他都不敢吃东西，然后饿得要死，然后晚上就睡不着，是因为饿到睡不着，所以也不要这样子啊。如果你真的是很饿，拜托你还是可以吃一点比较简单的轻食，就简单的比如吐司面包，或是说小苏打饼干，一些简单的饼干，不要让自己很饿，因为肚子饿的时候，基本上胃酸也会让你会，因为半夜胃酸分泌很多。如果你真的很饿很不舒服的话，其实你也不好睡了，而且真的可能病情更严重，所以不要忍了。那最后就是说，如果你常常都是晚餐都不吃的，还很严重的逆流的话，那你要考虑到，而且这种病人隔天早上如果你常常有口臭的问题的话，你要考虑到你会不会是一个胃排空异常，就是胃排空蠕动很慢，所以你的食物在早上吃的东西，在晚餐的时候都还在，甚至在睡觉前都还在，那这样会造成你常常会逆流，而且嘴巴很臭。那这种病人是要去做胃镜，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你胃镜如果空腹8个小时，胃里面还有一些食物的话，间接可以反映你可能是胃排空异常，也就是所谓的胃清痰。那你也可以从核子医学空巡的检查去检查你是不是有胃排空异常。那这种病人最常见怎么讲？现在最常见就是瘦针啊，打了很多的这个减重针，它会让胃排空变慢，这种病人就会变得比较多。哇，所以这个真的是，其实医学界的发展有时候也是让民众很难去 follow up， 因为你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又出现相对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很痛苦。我觉得这个瘦针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最近讨论很多，当然我们不是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们不讲。对，但是就是有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啊，我那个朋友真的是困扰他非常久，而且他就会觉得说这怎么办呢？那我想请教一下吴医生，我觉得最实际的问题就是胃食道逆流到底是不是可以根治，不要再发作呢？还是要讲到说，第一个，你的病因是什么？胃食道逆流，如果你的病因是压力型的，生活压力型，把生活压力管控；饮食习惯型的，把饮食习惯控制好；横膈膜疝气、贲门松弛了，这个胃已经跑上去了，那就是把横膈膜修补，把食道变形的地方修补好，这样就有机会改善，甚至说可以停药，不用吃药。所有的手术，目前我们的病人来找我做手术，就说要根治胃食道逆流，我告诉你不可能根治。根治所有的手术都有它的复发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你手术做完了，第一个它不可能保证100%一定会完全都修复好。第二事情是，如果你修复完之后，你还是一样的不好的饮食习惯，还是一样很紧张，还是一样吃很多，你还是一样会容易胃食道逆流。所以胃食道逆流，如果你不改变，还有如果你没有找到正确的病因，你很难根治，很难根治。但是我大部分的病人，如果你找到正确的病因，你有好好的调整你的生活饮食习惯，我认为根治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是看看你怎么去采取这个行动的，大概这样。我觉得就是一定要跟医生好好的配合。虽然我们其实过去节目也一直在讲说你要跟医生好好配合啊，怎么跟他做，可是有时候大家还是生活是我的，然后我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要治好我的病，所以这个概念就会变得比较冲突。所以如果可以跟医生好好配合，调整你的生活习惯，我觉得这个很多问题其实是迎刃而解的。那另外一个，我再追问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个观众妹妹，她问一下医生，就说因为像酵素啊、益生菌都有酸性成分，会不会造成喉咙不舒服？因为蛋白质在酸性的环境下会更活跃，请教一下吴医师这个问题。蛋白酶啦哈，蛋白的酶啦，蛋白酶会更活跃没错了哈。但是益生菌来讲好，酵素来讲，基本上很多是定剂啦，所以你刚刚讲的可能是粉剂啦如果是粉剂真的是很酸的东西，那你可以就水稀释多一点，赶快喝下去就好了，应该是没那么严重了。然后大部分都是定剂也还好。所以其实比酸的话，咖啡还很酸的，咖啡还真的是很酸，可乐也很酸，汽水也很酸，那个都比那个酸了。所以你不用太担心，那个就是泡一泡水喝下去就好了。如果粉剂的喝下去，定剂就更不用担心。是，所以妹妹你不用太担心哈。好，今天吴医生真的带来很精彩而且详细的分解，因为我觉得胃食道逆流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复杂，然后很多人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甚至看了很多医生都看不好。我相信今天呢，真的是看直播的朋友全部都听到都是干货，非常非常感谢吴文杰医生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期待吴医生下次再跟我们解答更多的问题。谢谢吴医师，谢谢您。好，舅舅拜拜，还有各位的观众朋友，大家再见，拜。拜拜。我想很多人以为就说胃酸逆流只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如果长期，如果你有火烧心啊、喉咙卡，晚上睡不好，真的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尤其你胃药吃了很久没有改善，
更重要的是不是一直换药，而是确认自己到底是真逆流还是出现了假逆流。所以我提醒大家，如果你家人正在被胃食道逆流困扰，麻烦大家一定要及早检查，对症处理。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记得离线前帮我们按赞、订阅，同时开启小铃铛，同时把节目分享给长期胃不舒服又火烧心的朋友。感谢你的收看，我是啾啾，我们下期节目再见。